大家好，我是大鱼主义。这一台呢，就是售价从118,888块起的 Ford Ranger XL， 不是 Ranger Raptor 啊，因为这是我堂弟的一台坐公车，拿来进巴、进赛、进工地的一台 pickup truck， 所以他拿了之后就进行了一些小改装，东改一点，西改一点，像用了 carbon fiber 的碳纤维 bonnet。 然后整个 front 就用了好像是 Raptor 这样子的一个前脸。那我自己也作为一个前 Ranger XL 的车主，再加来这个新一代的有很多熟悉的地方，也有很多觉得进不了很多的地方。然后他给我试驾这台车子的时候呢，里数刚好是走了4万个 km， 也到了要换轮胎的时间。那对于一个 pickup truck 来讲啊，换轮胎是一门学问。 因为他们要进入的地形比较多，进去沙路、石路。因为 pickup truck 跟 SUV 的用途都可能是重叠的，但毕竟皮卡车车重车长，然后要进行一些粗活来讲，它对轮胎的讲究就非常的重要。像是皮卡车轮胎有分为 AT、MT 跟 HT。Highway Terrain、All Terrain 跟 Mud Terrain， 哪一款才适合它？今天呢，我们就带它去换轮胎。 所以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Let's go。今天我就来到了位于苏邦 USJ 的全新 Bridgestone Premium 中心，这里的环境非常干净，设备非常齐全，休息区也布置得很舒服，还提供一些资讯看板。全新的 Dueler All Terrain 002具有3个特点 ：aggressive 的 tire design、优异的干湿地抓地力表现和改善了 50% 的油耗，相较于上一代产品。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限量的越野超跑 Lamborghini Huracan Stellar 标配的就是 Bridgestone 的 Dueler All Terrain 002轮胎，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款具有 RFT 施压续跑技术的 All Terrain 全地形轮胎。要承受 5.2 L V10 的强大马力和 Lamborghini 的4轮驱动系统，同时要兼顾越野能力 ，All Terrain 002的实力可见一斑。 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 HT、AT 跟 MT 的差别。像它标配的 HT Highway Terrain 轮胎呢，就是适合走 Highway， 走 Highway 比较安静，比较省油，但它就不是这么适合走这个 Off-road 越野。像 All Terrain 全地形轮胎呢，你可以适合在 Snow、Mud、Gravel， 就是所谓抓地力比较不好的路面，比较 loose 的这种 surface， 它可以去 handle 它。 但它又不像 Mud Terrain 这样子 ，Mud Terrain 是太过 extreme， 就是重度越野的那一种花纹块，非常的夸张然后能够几乎是可以给你在烂泥里面打滚的一款轮胎。所以 All Terrain AT 轮胎呢，它就是介于两者之间。所以现在新的这个 AT 002轮胎啊，它的新的花纹块设计呢，它能够让你的这个小石子跟一些花花草草，它不容易陷在你的轮胎缝里面，因为如果你用 这个 Highway Terrain 轮胎呢，你下了沙下了泥，你一上到来这个 Asphalt， 它很容易会带着一些沙尘上来马路。但你用 All Terrain 的好处就是，你一上来马路滚了一下下之后，它就能够把轮胎缝隙里面的东西给抖干净，给甩出去，就不太容易影响到马路上面的这个干净。 所以 All Terrain 轮胎相较于 Highway Terrain 轮胎呢，它的这个轮胎的花纹块是比较深的，因为它要能够应付到各种不同的地形。 再来呢 ，All Terrain 轮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比较 durable， 它比较耐，特别是它的胎壁比较厚、比较硬。你说你要上一些curb啊，或者说你上一些 shopping mall 的 car bar， 一些condo 的 car bar， 你不小心摩擦到你的轮胎胎壁的话，它也比较大汗。而且你经常要跑工地，可能这个马路上面清理的不是那么干净，它可能有石子它可能有螺丝等等没有处理好。那这个轮胎 AT 轮胎它比较坚固，比较坚硬。 但当然，我们都知道 AT 相比较 HT， 它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轮胎的噪音。那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 Dueler 轮胎它也有出给 SUV 用的，所以因为 SUV，I mean 大部分的汽油 SUV 或者 Turbo 的 SUV， 你会很明显 feel 到 AT 的噪音是比 HT 还要来的大。但是呢，因为 Pickup Truck 啊，特别是像 Ford Ranger 这个 2.0 L Single Turbo 的车子来讲，你在低转的时候， 这个引擎的噪音啊，它已经盖掉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当你下到高速公路的时候呢，这个风声啊，因为车子非常的高嘛，所以你的这个风吹来的时候呢，窗外的风声、引擎的噪音跟这个离地间隙传来的这种路噪声啊，
它都会盖掉了轮胎的这个胎噪声。所以我在还没有换上 All Terrain 轮胎之前呢，我就用这 Highway Terrain 用了这个测量 dB 的仪器来测试看它的噪音，大概在60多啦，65到70之间你松开油门踏板，引擎没有在高转的时候，可能可以下到57、58这样子。但是你换了这个之后呢，其实它的分贝几乎是1、2个分贝而已，完全 feel 不到说很明显的差别。因为 Ranger XL 原厂搭配来的那个 Highway Terrain 轮胎呢是比较早推出的轮胎，那这个 All Terrain 002呢就是一个非常新的轮胎，所以它在科技在使用的这个 High Compound 的 Silica Gel 也是跟之前有很大的提升。通常 All Terrain 的抓地力，特别是 Wet Grip 都会不像 Highway Terrain 这么来的强，但是因为它用了这个新的 High Silica Compound， 让到它的湿地刹车表现也提升了非常多，也就缩短了 All Terrain 跟 Highway Terrain 在 Highway 在高速公路上面的不同。当然以 Malaysia 来讲我自己观察很多大家店还有很多 Pickup Truck 车主的意见就是其实 All Terrain 轮胎会比较耐用啦，它走的行驶里数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整个轮胎会比较硬，所以对他们来讲，反正你知道吗？你驾一个 Pickup Truck， 你也不要求像 Premium SUV 那一种 Ride Comfort 毕竟它回到头它还是一个 Pickup Truck， 用途主要还是出用等等，所以这个轮胎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耐用、耐操，同时也给你一定的这个 Wet Grip 湿地上面的刹车表现。换上了这个全新的 Bridgestone Dueler AT002 轮胎之后，这个 Ranger XL 的颜值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因为这个轮胎它的整个花纹块等等，就会让你看起来更加的有气势。因为这种皮卡车它这么大，你看整个前脸造型这么 aggressive， 然后如果你用 Highway Terrain 轮胎，会看起来好像一个肌肉男穿一双拖鞋，这个就好像一个肌肉男穿一双工作的 boot， 一双很好看、很贵的靴子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个 Ranger XL 原装就是16寸，所以车主只是换了这个 Sport Rim 而已，它维持在16寸，因为它要更加的省油。然后我们也跟它升级到原本是255/70/26，现在是265/70/26，稍微宽一点点，因为这个全新的 AT002 轮胎呢，它的油耗是比 AT001 提升了40%，这个是 Bridgestone Development 的一个研究，所以真的是很令人意外，因为通常 AT 轮胎的油耗不会进步太多的，所以这个也让到车主愿意去换这个轮胎了。它的车重是2227公斤起，烧口呢70多。还是很稳因为你知道吗 ？Pickup Truck 就是重，然后轴距是3270mm， 非常的长，只是坐姿是非常的高啦，所以驾起来还是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它。怎么讲？以这个价钱因为除了电动车之外，其实 Pickup Truck 所谓的 Commercial Vehicle， 它也是可以豁免 Excise Duty 跟 Import Duty， 如果从泰国进口的话啦。所以就价钱来讲，同样一个价钱，你去买本地组装或者 CBU 的这些 SUV 来讲，你拿不到这样子的设备。那皮卡就具备了一个这样子的优势。那动力的话，现在这一款最新的 Ranger XL 呢，它用的是跟 XLT 相同的 2.0L Single Turbo， 所以它有170个 PS 跟405个 Nm。我之前那辆 Ranger XL 是只有125个 PS， 还是110 PS 不是很清楚大概就是马力很小而已，因为那个是一具旧的引擎，那这个就 consider 是一个新的引擎啦。因为这个是 6-speed automatic gearbox， 我那一款 XL 是 6MT 6-speed manual gearbox， 也是我买那辆车的原因啦。因为那个时候只有那个 XL 的 manual 有 stock， 我就买那辆先用住先其实我原先觉得换了 All Terrain 轮胎之后呢，它的这个噪音或者驾驶起来真的会比Highway Terrain 跳，比 Highway Terrain 不舒服。不过老实讲，我驾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好像，如果我不告诉你，如果你不去细心体会它，慢慢去抓它，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分别啦。因为马来西亚有时候你不知道的你知道吗？路洞还是你要上一些课，特别是像这个车主他本身要去跑吧，进去一些地方，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所以用一款 All Terrain 轮胎就能够让你去适应各种不同的路面。然后再来，我还发现到这一款
All Terrain 002轮胎呢，它是 Winter Fully Winter Ready 的一款轮胎，所以在一些四季分明的国家，在冬天来讲，他们不需要特别去换一个所谓的 Winter 打压，这个 All Terrain 轮胎已经能够去应付日常的冬天雪地的驾驶这样子。所以再次感谢 Bridgestone Tyres Malaysia 介绍的这一款最新刚刚才推出的 Bridgestone Dueler AT 002轮胎。所以如果你本身也是一个 Pickup Truck 的车主你的轮胎大压也七七八八了，差不多要换了，然后你又是用这 Highway Terrain 轮胎的话，不妨考虑这个 AT 002轮胎真的是有力了170匹。那因为这车主本身他换了这个 Carbon Fiber 的 Bonnet 所以减轻了非常多的重量。变成你在 Pick Up 的时候又16寸它不是17、18寸嘛，所以你一点的时候哇，整个车头很轻真的是很轻，好像不像是皮卡车的那种轻啦，因为引擎全部放在前面嘛，一个中置引擎 ，right？ 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和 like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 cut。118,888块的 Ranger XL 用的是 Fabric 布料座椅，就跟 XLT 一样。OK， 我们上来有一个很好用的踏板，这边还有一个扶手，会给你上下车非常的方便。那要说这一个新一代的 Ranger XL 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用了跟高配 Ranger 一样的10.1寸 Touchscreen 直列式萤幕，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然后再来，当然它肯定没有 Bang & Olufsen它是4个 speakers 的音响系统。可是整体来讲它这边用的不是 Analog 的仪表板，它是电子仪表板，还可以去切换它的 pattern。所以你单看这2块荧幕，它根本就不像是一个高松 spec 的 Ranger。然后坐在这边的话，其实就跟以前的 Ford 一样，用了很多的 hard plastic， 但是它的 texture 是比较 fine 一点点，不是那种很难看的 hard plastic。只是作为一个 XL， 它少了很多设备，所以方向盘这边会看到有一个 panel 不见了，然后有很多的按钮就是没有方向的按钮啦。可是你看下去这边2-4 跟 4L 这个东西跟高配 Ranger 是一样的。然后再来这个118,888块，它比 Ranger XLT 便宜了2万块，所以你要加多2万块才会有这些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你问我是要买一个118千的车来讲，这个荧幕、这个系统、这个坐姿、这个set来讲，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划算的一台 Pickup Truck。